国产的武装版直20曝光之后，看起来好像没有俄罗斯的卡52什么事儿了。那么引进卡52武装直升机，它的前景如何呢？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最近，中国自行研发的直20多用途直升机，它的最新改装版武装型直20在网上曝光了。那么这款新型的武装直升机和美国的武装版黑鹰有许多共同之处，它也是在机身两侧加了2个多功能的短翼，在两侧短翼下呢，共有4个多功能的挂点，在满载的情况下，它能够挂载16枚空对地导弹。除此之外呢，它还能挂载火箭弹、航炮等其他的武器系统。可以说，在满载状态下的武装版直20火力是相当强大的，可以比肩我们国家自行研发的中型武装直升机5直10。当然，作为一款多用途的通用型军用直升机，直20在武装化之后，它本身还具有比较强大的运兵功能，或者是运送军用物资的这个功能。把武装版的直20配属在075两栖攻击舰上，似乎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和选项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两栖攻击舰它搭载的飞行平台主要是各型直升机，那么这些直升机呢，里面包括舰载的运输直升机、侦察直升机、武装直升机以及搜救直升机等等。直20既然作为一款多用途的通用型直升机，那么首先第一个使命任务，可以搭载1个班以上的兵员来执行两栖登陆作战任务。如果纯粹用它搭载兵员实施两栖登陆作战，那么谁来保护它？这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当然，可以为它配备专用的武装直升机，给它保驾护航。那么，如果在直20这款通用型直升机上配备武器，它就具备了一定的自卫功能。那么，这对于两栖登陆作战，特别是高强度的两栖登陆作战，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。我们知道，直20的动力相当的强劲。那么，现在把这个多余出来的挂载能力放在了挂载导弹、火箭这方面，它就可以变身为一款火力相当强大的多用途武装直升机。在两栖突击过程中呢，既可以运送兵员，也可以对参头阵地的其他目标发动强有力的火力打击，从而呢，让我军的登陆兵迅速的上岸。当然，直20武装化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。那么，如何更充分地发挥不同直升机平台的作用，这才是需要两栖攻击舰综合考虑的，因此呢，在配备通用型的运输直升机的前提下，还需要在舰上呢配备一部分先进的专用型武装直升机，因为这些武装直升机两栖登陆作战用途非常大，它会为我们的两栖登陆兵扫清前方的障碍，同时呢，在运兵过程中，它就可以为这些军用的直升机呢提供相应的护航保障。那么，什么样的武装直升机适合登上两栖攻击舰呢？这可以有多种选择。一个，中国国产的5直10能够承担这样的使命。但5直10呢是属于中型的武装直升机，挂载能力相对呢受到一定的限制。那当然，我们也可以配备重型的武装直升机，比如说最大起飞重量10吨左右的专用的武装直升机，来承担反舰、反潜、巡逻以及两栖登陆作战这样的使命任务。其实比较合适的一个选择就是把直20
改成专用武装直升机，它就能变成一款重型的军用武装直升机了。但是这个改装改型恐怕周期会比较长，那么一时半会儿可能拿不到产品，那怎么办呢？还有一个选择呢，就是从国外引进比较先进的专用的武装直升机，卡52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项，因为这种采用共轴双旋翼的武装直升机，它的尺寸相对比较小，无论是在机库内存放还是在甲板上停放，它的占地面积小，我们配备的数量呢就可以相对比较多。两栖攻击舰虽然比较大，但是无论是机库的容量还是甲板的容量呢，还依然是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的。因此，从这个角度讲，暂时引进一部分卡52这种可能性是有的。当然，最终要解决中国大量配装的两栖攻击舰，恐怕还是需要用国产的重型武装直升机为它配套，才是最佳选择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和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